近期，美菲肩并肩2022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正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举行。本次军演规模为2015年以来最大，为期12天。今年的演习都有哪些内容？相关演练又与美军这2年加大在南海区域的军事侦察力度有怎样的联系？美海军首次出动米格尔基斯号远征机动基地舰参演，又是在演练什么新战法？菲律宾高官公开表态不想做美国马前卒，美国方面又是怎么想的？本期节目，评论员张烨、特约评论员石红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3月28号，美菲肩并肩2022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阿奎纳尔多军营开幕，将持续到4月8号。菲律宾军方表示，双方共派出约8900名军人参加，菲军3800人，美军5100人，重点聚焦于海上安全、两栖作战、实弹训练、城市作战、航空作战、反恐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有观察指出，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力度越来越大，这次演习也是为了拉拢菲律宾参与搅浑南海。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这是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任期内最后一次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他此前曾威胁取消这一演习。另据美联社报道，肩并肩2022两栖作战演练在靠近中国台湾地区的吕宋岛北部卡加延省举行。卡加延省省长曼巴说，军方询问了我，但我说我不能允许任何实弹演习。我知道台湾问题是一个火药桶。两栖作战是历次美菲肩并肩演习的重头戏。从演习画面可以看到，菲律宾士兵搭乘 AAV7两栖战车和黑鹰直升机进行登陆，美军士兵则通过超级种马舰载直升机上岸。双方共同演练从海面和空中进行立体抢滩。演习期间，美军还首次在菲律宾进行了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登陆演练。爱国者系统由阿什兰号两栖船坞登陆舰搭载，借助2艘 LCAC 两栖气垫登陆艇运到吕宋岛上，证实了美军在相关区域拥有快速部署爱国者系统的能力与方案。他可能是想实验一些这个远征前沿基地作战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一些这个大型的武器装备啊，然后通过快速运输的方法，可以快速的给运上岸，或者快速的部署在某些他认为在战时啊需要部署的这样一些，比如说小岛啊，或者是相应的一些地区啊。当然他这次放在菲律宾肯定是有目的的，因为美军还是非常看重菲律宾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因为正好扼守在这个南海边上，而且菲律宾本身也是一个群岛国家，那么他认为啊，利用和菲律宾的这样的演习啊，那么这个地理位置也合适啊，所以正好演练相应的一些，比如说他想象中的会不会在南海方向突发的有一些作战行动啊，那么在这种行动当中，他可能就会用到他现在演练的这样一些部署。此外，美海军去年10月份才部署日本的米格尔基斯号远征机动基地舰也参加了演习。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透露，米格尔基斯号演习前还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进入了南海海域。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报道，这艘舰就是为了应对中国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这个基地舰呢，实际上就是它的所谓的这个前沿先进基地的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这个它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实战型的部署，它是这个一个以基地为核心，然后配属各种打击兵力和支援兵力的这么一个战区的概念。咱们从它的这个部署和它的这个行动来看的话，它是在认真的准备打仗。今年的美菲肩并肩2022演习中，首次参加的米格尔基斯号远征机动基地舰备受关注。那么这艘舰都有哪些特点呢？为何被不少军迷戏称为破产版巨型航母？目前美海军共配备3艘远征机动基地舰，其他2艘分别是刘易斯普勒号与赫希尔威廉姆斯号。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海军协会网站的舰队与陆战队跟踪板块当中，从驱逐舰到航母的实时航行位置都可以被查到，唯有远征机动基地舰与各类核潜艇的信息几乎是空白。
这充分说明美国海军对于远征机动基地舰的部署情况严格保密。那么美海军用它来干什么呢？冷战时期，美军在全球的基地数量一度超过5000个。冷战结束后，这一数量已经骤降至370个。但美军追求全球布局战略的思维并未改变，而海军舰队海外落脚点大幅减少，必然影响到谋求海上霸权的野心。于是专门发展了远征机动基地舰。美海军这3艘远征机动基地舰目前都完成了海外部署。刘易斯·普勒号与赫歇尔·威廉姆斯号分别交付给了驻中东的第5舰队和驻欧洲的第6舰队，而米格尔基斯号被编入第7舰队，永久性部署在太平洋战区。从米格尔基斯号日前进入南海，然后参加美菲肩并肩2022演习，不难看出其未来会在美军遂行印太战略发挥作用。米格尔基斯号是在马士基 S 级6600箱集装箱船设计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其舰长是239米，舰宽50米，排水量高达9万多吨，是目前全球吨位最大的常规动力舰艇。米格尔基斯号的设计很独特，首尾都有上层建筑，中间段的设计类似于我们在都市中常见的高架桥，就是用数十根钢制立柱支撑起面积为4831平方米的飞行甲板。在这个开阔的飞行甲板上设有4个起降点，可同时供4架 MH-53重型直升机或4架 MV-22鱼鹰轻转翼飞机起降。在飞行甲板前面是巨大的机库，形状呢类似汉字的凸，即中间高，两边低。机库内有完善的维修设备，可对舰载的直升机、轻转翼飞机进行维护和修理。飞行甲板下方的甲板呢也很开阔，因为钢制立柱所带来的影响很小。一般来讲，下层甲板主要用来存储扫雷以及特种作战支援装备、小艇和武器弹药。在下层甲板左侧前方布置有一台13吨吊机，后方布置有一台40吨吊机，主要用于调运扫雷以及特种作战支援装备、特战快艇以及其他装备。从作战应用角度来分析，米格尔基斯号内部空间巨大，在部署上有较强的灵活性，在搭载不同的装备与其他舰艇合作后，可以产生不同的作用。具体而言，可充当以下角色：第一种是海上基地，作为人员装备的移动部署平台；第二种是登陆平台，通过立体投送方式提升美海军2栖攻击能力；第三种呢是航母编队后勤，可以携带战舰和舰载机备件等，以提供维修服务，让编队作战舰艇更专注于作战。可见，米格尔基斯号无疑是一款进攻性舰只，美海军将其派到南海周边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不过，米格尔基斯号的缺点也很明显，最高航速只有可怜的15节，会严重拖累整个舰艇编队的机动速度。而且其为了省钱，采用民用标准建造，再加上没有任何防御武器，因此一旦遭到攻击，很容易被击沉或重创。3月20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上将携带美人社记者乘坐 P-8A 巡逻机赴南海，并称这里有所谓岛礁军事化的倾向。这已经不是美军第一次带记者制造舆论攻势。2018年8月，也有美国记者乘坐 P-8A 巡逻机飞往南海上空，同样是炒作所谓南海军事化议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3月3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也是应对美方挑衅的必要举措，完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南海军事化这顶大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美方才是其合适的主人。阿奎利诺将军飞行期间看到的不应只是星罗棋布的岛礁，恐怕还包括不少耀武扬威的美军舰机。他们不远万里跑到南海来寻衅滋事，究竟意欲何为？地区国家看得很清楚。事实证明，美方才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事实上，美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已经频密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布的2021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表明，2021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累计开展演习演训95次，实际超过100次，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超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前2019年的85次。
更是超过了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据不完全统计，在空中，美军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开展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在海上，美军海洋监视船、海洋测量船等侦察船也频频前往南海开展作业，累计达419舰日。美军还先后向南海地区部署4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11艘攻击型核潜艇、22架次轰炸机，战略平台频繁进出南海，对华威慑意图明显。今年美军照样不消停。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透露，4月1号，美海军林肯号航母航行至南沙群岛南部海域，绕南沙机动。这一战术动作近期常见于美航母在南海的相关行动。1月初，林肯号航母还曾与卡尔文森号航母齐聚南海，大秀肌肉，炫耀美国海军这2艘搭载了 F-35C 隐身战机的所谓最强航母。不过，卡尔文森号在一架 F-35C 撞舰坠入南海后，返回了本土圣迭戈海军基地。林肯号航母继续部署在印太。美菲正在进行肩并肩2022联合演习，而每届肩并肩演习的重头戏都是两栖作战。请教一下张先生，在肩并肩2022演习当中，美军出动的人数更多，在吕宋岛周边大搞两栖作战演练，有怎样的图谋？它的意图我觉得是很明显的主要有以下这么2个。第一个就是要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亚太国家展示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和战略安排没有改变尽管俄乌冲突美国在东欧增加了兵力部署，但是它的战略重点仍然是在印太这个方向所以这一次它的规模非常大而且它的这种实战的色彩也非常突出它这次演习的重点是两栖作战，同时也包括空中作战城市作战以及实弹射击等等第2个意图呢，就是它要通过这个演习进一步的拉紧菲律宾。我们知道菲律宾呢一直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盟友但是杜特尔特上台以后，应该说菲律宾的战略自主在增强。那么下一步这个菲律宾马上要进行这个大选所以它的政策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美国也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演习来进一步的拉紧菲律宾。除了在南海上空口出狂言以外，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日前又在妄断台海局势，公开妄言大陆所谓攻台行动，并称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中国国防部对此正面回应称，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么，美军高官为何频频制造所谓台海有事言论？是否意在为对台军售进行舆论造势？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3月25号，阿奎利诺在访问澳大利亚时称，中国大陆在过去1年里积极在台湾岛周边与南海展开军事活动，他对武统台湾发生的可能性感到担忧。更为重要的是，阿奎利诺还认为，美军必须时时刻刻做好准备，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台防部门前任负责人杨念祖近日则表示，如果两岸爆发战争，一定是首战及终战，1-2天内解放军即可结束战斗。美国释放这些信号呢，那么去恐吓台湾，对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态势呢，进行一个新的规划，那么要求大家站到他这边来。不过，对于美军高官大喊“狼来了”这副嘴脸，外界早已看得清清楚楚。3月22号，台湾民间智库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仅35%受访者认为美国会向台海出兵，较去年10月大幅下降30.5%。在3月31号的国防部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那些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终究是靠不住的。甘心为他人做棋子，最终难逃弃子的命运。别人无法从外国得到的，台湾又怎能得到？挟洋自重没有出路，以武拒统死路一条。
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吴谦还再次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参议院3月28号通过所谓《美国竞争法案》，该法案囊括多项涉台条文，包括促进美台军事、文化与外事等多方往来，还有支持定期对台军售。绿营媒体《自由时报》日前报道，美国政府在2020年12月宣布批准对台湾出售野战资讯通信系统。经过1年4个月的协调接洽，台美已经正式签署这项采购合约。台防务部门最新公布的决标公告称，这项采购金额达到69.9亿新台币，约合2.4亿美元。全案将在2025年9月完成。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曾透露，此次军售案中包括154个通资节点、24套中继系统、8套网管系统，并加上野战资讯通信系统的人员培训、后勤维修等相关资源等。台军方称，美国这次售台的野战资讯通信系统为陆区第3代通讯系统，是供野战部队使用的通信资讯系统。台湾岛内的一线士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理论上存在直接将情报传到五角大楼的可能性，并接受五角大楼下达的命令。台湾陆军目前用的战术区域通信系统是1996年开始从美国引进的，总投资额超过5亿美元。2001年进行了1次升级，新购买的野战资讯通信系统等于是再度升级方案。分析指出，与以往出售的坦克、导弹不同，美国将自用的先进的野战资讯通信系统交给台湾军方，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含义。众所周知，现代战争离不开现代化的通信和网络数据传输手段。如何让前方部队与后方指挥部进行快速、安全的交流，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往往直接关系到战斗的胜负成败。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军还能借台军的手收集解放军作战信息和装备数据。此外，这套系统还严重依赖美国的 GPS 才能运行，卖给台湾实则为美军所用，就跟当年售台秃噜爪相控阵雷达一样。台湾采购的这种系统的话，在理论上来说，也确实可以接收，美国这个西太平洋司令部或是美军在周边所获得的台海周围的情报。从装备上来说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会比这个坦克或者是武装直升机，对台湾的作用还要大。但是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这种单兵装备，它非常依赖的就是说这个士兵的主观的这个作战意愿。台湾到底有没有这种主观能动性，这个是很值得怀疑的。综合台媒报道，连日来，台海军与海巡部门于南部海域联合出动11艘主力战舰，进行所谓平战转换训练，执行海上舰位部署。演训时长将达2个月之久，堪称台军史上规模最大海上操演。参加台方此次演训的海上舰艇包括1艘补给舰、1艘基隆级驱逐舰、4艘成功级护卫舰、3艘康定级护卫舰、1艘沱江级巡逻舰、3艘锦江级巡逻舰、2艘通用登陆艇、2艘光华6号导弹艇、4艘 M109特战突击艇、1艘快速布雷艇等。当然这次所谓这种平战转换的训练啊，然后台湾当局出动了它很多所谓海军的一些主力作战舰船啊，应该还配合了这个台湾这个海巡部门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执法船，他们可能想定的就是说，一旦这个台湾海峡，比如说有些战事啊，或者有一些突发事件的话，那么他的军方如何和警方的执法单位啊，他们之间的一些配合啊。然而，基隆级驱逐舰虽然号称万吨大驱，满载排水量9600吨，实际上是美海军在20多年前被新型伯克级驱逐舰汰换下来的基德级驱逐舰。美国觉得将其直接退役实属可惜，便开始寻找下家。原本美国是想将4艘该级舰卖给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认为军舰过于老旧，拒绝了美国的提议。后来美国又找到了希腊，也没卖出去，最后才卖给了台湾地区。2005年12月，4艘基德级驱逐舰抵达台湾地区，分别命名为基隆号、苏澳号、左营号和马公号。一同到来的还有148枚标准2防空导弹和32枚鱼叉反舰导弹。而沱江舰则是台军方近年来致力于发展所谓非对称战术打造的小型舰艇。沱江舰采用双体船设计，满载排水量才600吨。它之所以受到外界关注，是因为可以携带8枚超音速的雄风3型反舰导弹和8枚亚音速的雄风2型反舰导弹，反舰火力甚至比多数3000吨级的军舰还高。因此，台军将其炒作为所谓航母杀手。事实上，在外界看来，沱江舰充其量就是海上移动的导弹发射架，仅靠射程较短的雄风反舰导弹根本难以突破航母编队多层防空网，以小博大就是个笑话。你说这个舰说小也不是很小啊，这个几百吨的排水量，然后又为了这个所谓以小博大，又搞到所谓小而全，上面部署了大量的这个反舰导弹啊，所以就是说最后搞到四不像啊，说小也不是很小，说快也不是很快，造价也不便宜，也无法大批量制造，也就是造个10来艘。除了海上训练以外，海陆军方面也证实，3月16号在距离大陆福建沿海只有16公里的东引岛进行了中义操演实弹射击训练，依次演练了反机降作战、周波攻击及近战格斗等科目，还实弹射击了105毫米榴弹炮，目的是强化防区整体战力。近来，美军高官接连炒作台海议题，称所谓攻台可能真的会发生，美军必须时时刻刻做好准备。请教一下张先生，这些言论暗藏什么居心？美国这些高官他发表这样的一个言论，他的目的我觉得也很清楚，一是向台独势力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说我是会支持你的，一旦有事我肯定会这个派兵使台独势力继续的和大陆对抗。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以这样的一种表态来对大陆产生一种威慑的效果。也就是说，如果大陆要对台湾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话，必须要考虑美国的因素。那么，但是我们这个从在俄乌冲突当中对乌克兰的这种态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美国绝对不会因为台湾的利益而牺牲他的军人的生命，也不会因为深度介入台海的这个问题而损失他的这种利益。我们也希望台湾当局也能够认清这一点，不能做这个美国的一个棋子，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的罪人。短片中提到，台湾地区和美国日前正式签署采购野战资讯通信系统的合约，有岛内媒体大肆鼓吹，这将大为提高台军的巷战和游击战的战力。请教一下石先生，您对此是如何看？台湾地区采购美国的野战通信信息系统呢，显然不是为了提高台军的战斗力，因为呢，台湾地区呢本身地方就不大，也没有什么纵深，所以它的军队之间呢，在通讯方面本身呢不存在太大的问题。那么他买美国的野战通信信息系统是想干嘛？是为了和美军呢在一起进行联合作战。美国呢现在打台湾牌呢打得很起劲儿是不断的对台湾地区呢进行军售，大量的美式武器装备装备了台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对台独势力的支持也是呢越来越露骨，在军事方面呢，双方呢也是越来越密切。那现在的美国就是想把台军死死的抓在自己手里边。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很显然他要呢控制住了台湾地区军队嘛。那现在呢，台湾地区呢购买美国的野战通信信息系统，那就使得未来它可以和美军之间呢更好的进行了互联互通。很明显，台军呢现在就把自己卖给了美军了，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十分警惕的事情。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海军和海巡部门罕见地出动10余艘主力舰艇前往台所谓西南海域进行海强操演，演训时长将长达2
个月之久。请教一下石先生，对于海强操演，您有怎样的观察？海强操演呢有这么2个目的，一是呢给自己壮胆，展现一下台湾地区海军和海巡部门在一起进行海上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呢从时间长达2个多月呢，也可以看出来，它呢是应对未来较长时间高强度海上冲突。那第2个呢就是安抚岛内的民众。现在呢岛内民众对台当局呢不断和大陆搞对抗呢是很担忧的。现在呢台当局就是搞这样的海上联演，安抚呢岛内的民众吧。但是像这个海强操演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台湾地区海军和解放军海军呢相比这个实力呢是差得太远了，而且呢这种差距还在不断的拉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像台湾地区海军和海巡所举行的海强操演，只是呢自曝其短。